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作家三毛曾说，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、吃饭、数钱、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，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。初遇爱情时，总以为它是风花雪月的浪漫，步入婚姻之后，才知道它是柴米油盐的朴素。金钱与爱情的关系，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，更不是可以兑换的等价之物。真正长久的感情，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将爱与物质混合，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夫妻之间，会赚钱不算稀罕事，会管钱才是真本事。如何分配财政大权是重中之重。不同的夫妻对待金钱的态度不尽相同，婚姻的结局自然也不同。三等夫妻不闻不问，各自管钱。老话常说，钱是检验感情的最佳标准。在婚姻中，贫富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与感情的质量，但却并非唯一的因素。而真正会破坏一段婚姻、毁掉一个家庭的，不是穷苦与挫折，而是无休止的斤斤计较。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新闻，一对天津的夫妻，结婚已经有30余年，却也只坚持过着 AA 制的奇葩生活。两人把家中的所有物品全部都严格均分，甚至是家中的鸡蛋也各自用标记分清。做饭采取了轮班制，一个人做饭，一个人跟着，生怕对方偷用了自己的东西。这30年来，两人甚少见面，互不关心对方的生活，彼此也经常抱怨对方无情。或许开始他们还有些情感，但在这样的相互消磨下，仅剩的情分也被消耗殆尽了。夫妻之间就怕算得太清，看上去一清二楚，其实都是怨气满腹。钱算得太轻，算走的是真情；人分得太轻，量的是真心。正如耿熙所说，无爱的婚姻是痛苦的，婚后的无爱是10倍的痛苦。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需要2个人相濡以沫，荣辱与共。任何一方的缺席或自私自利，都换不了婚姻的幸福美满，更撑不起彼此的安稳未来。夫妻之间，唯有互相互助，和睦相处，感情才能更加牢固，婚姻才能更加长久。二等夫妻一起管钱。陈允生曾说，阴阳和而后雨则降，夫妇和而后家道成。这世上唯有天地和谐，才会有降落雨水；唯有夫妻和睦，才会有家境殷实。关系亲密的夫妻不会在乎钱财的多少，更不会区分彼此，而是会保持积极的沟通与交流。无论哪一方挣到了钱，都是为整个家庭做出了贡献，都付出了自己的辛劳与努力。钱多也好，钱少也罢，都是家中的积蓄。两人也会有商有量，一起管理好这份宝贵的财产。夫妻之间最怕的是对金钱一事讳莫如深，彼此各怀心事又遮遮掩掩。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每周至少谈一次钱的伴侣中，78%都感到幸福，而几个月才谈一次钱的伴侣中，感到幸福的只有50%。可见，夫妻之间经常谈论金钱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彼此关系的和谐，还能避免许多矛盾。有女网友就曾发帖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结婚以后，家里的财务一直都是由自己管理，但孩子出生以后，大事小事经常会搞得自己手忙脚乱。于是她决定与丈夫共同管钱，每个月都会做出详细的规划，提前制定好相应的计划。自那以后，家里的生活重新又回归了井井有条。正如作家汤小小所说，
不要觉得算账就亵渎了感情，只有先把账算清楚了，才能闭着眼睛享受爱情。凡事有商有量，保持彼此尊重，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好的同行。3. 一等夫妻不计较谁管钱。曾经有人在知乎提问，婚后谁管钱，婚姻会更幸福？而其中获得点赞最多的一个答案，新在一起的夫妻谁管钱都幸福。真正幸福的婚姻从不取决于谁管钱，而婚姻的幸福与否与谁来管钱也并不相关。有些人手里把持着财政大权，却依然活得心惊胆战，每天都感觉不到安全感。有些人口袋中没有多少余额，却仍然过得舒心惬意，每天都被幸福快乐包围。陈小春和应采儿已经结婚13年，却依旧恩爱如初，保持着和睦的夫妻关系。在综艺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中，被问及家中谁管钱，陈小春这样说道：我赚回来的生活费都是联合一起的户口，但是我通常都没有碰过，也不敢看，也没有得看，我的钱全部都在他那边。陈小春还表示，自己10年都没有买过车，零花钱也没有。虽然他看上去是在抱怨，但脸上洋溢的笑容说明了他其实对此事毫不介意，甚至有些乐在其中。正如毛利在《全职爸爸》中所说，家就是2个人互相支撑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，并不用分男女，更不用分胜负。所谓的天长地久，不是因为彼此相同，而是能够彼此相容。婚姻的幸福与否，从不在于管钱的形式，而在于彼此是否同心。无论谁管钱，彼此给予的信任与爱，便是双方自信和底气的来源。《礼记》中有言，夫妻和，家之肥也。夫妻是相伴一生的人，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。这辈子想要幸福长久地走下去，唯有彼此信赖。好的婚姻不仅有柴米油盐的烟火味，还拥有一致的金钱观。只要夫妻同心，家中谁管钱都不会计较，更不会为彼此伤感情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